眼前这辆出了大事故的兰博基尼 Murcielago 已经被遗弃在仓库7年之久。就在刚刚，马特才从仓库里把它拯救出来。这台车子被遗弃最大的原因就是发动机出了问题。要知道，一辆新的 V12引擎售价是非常昂贵的，还好车子附带着之前的引擎，所以马特认为他能将其修复好，就以3万美刀的价格买了下来。长途跋涉经过10多个小时才将车子运了回来。他让妻子坐进车内，自己充当动力将车子推到了工位上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，车库内到处都是摆放好的零件，从这些零件就能大概知道这台车子的问题。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发动机，应该已经有人尝试维修过这台发动机了，上面还有链条被更换过的痕迹，并且仪表盘也被拆了下来。马特认为有可能是终端发生错误使其短路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他先让父亲将所有的线头用胶布包好，然后马特将仪表盘链接上了线路，并且给电瓶连上了移动电源。当打开钥匙时，发现仪表盘上没有任何一点反应，而收音机和电动车门都是完好的，这就证明这个仪表盘是坏的。可是购买一个新的就要2000多英镑，所以马特想尝试一下修复。马特的父亲将仪表盘拆解开，拿出了里面的电路板。此时他们也找到问题所在，上面的电阻已经烧了，将其更换也就只需要几英镑左右，这样就为马特省下了不少的马内。接下来就是维修发动机了。据马特的介绍，车子在7年前成为了跑道体验车，可在一次驾驶时出现了问题，车子发出了链条的嘎嘎声。当时机械师也为其更换了链条，但还是没有将其修好，直到马特的出现将其买了回来。而此时的发动机已经不能转动，马特猜测问题应该是在底部。一般的发动机只有一个曲轴，而它有2个，上面的齿轮也是其中之一。通过齿轮驱动链条来启动发动机，并驱动另外2个，将其传输到每个凸轮轴的齿轮。所以其中一个牙齿脱了的话，就会产生发动机不转动的情况。并且马特他们还发现发动机缺少链条导轨，导致链条变得十分松垮。所以马特准备拆掉左侧的一根凸轮轴，这样就可以把链条取下来。那么首先要将上面的豁口对齐，然后将上面的凸轮帽都拆解下来，将其重新恢复到原位，这样在转动发动机时就好了很多。这让马特也很是高兴，还亲自上来帮忙，并放入了一个临时的链条导轨，这让发动机的转动更加的湿滑，也给马特不少的信心。于是他准备将发动机全部拆解，重新翻新一番。这个翻新过程最重要的还是他的老爸，他有着丰富的维修经验，能帮助马特找到发动机的问题所在，所以也是马特购买这台车子的底气，要不也不敢购买这辆遗弃7年的车。当他们把发动机成功拆解后，发现里面的一个活塞出现了破损，活塞上的环已经彻底坏了，导致大量的摩擦，很多部件都被损坏了。所以这次的修复将是一个高额的天价，就连上面一个小小的零件都要240英镑，并且还需要12个，甚至还发现了更多损坏的地方。现在的马特都有些头疼了，不过还好马特的爸爸用行动鼓励着他，努力的在修复这台发动机。他为其更换了新的气缸套，并且还把活塞修复好了，因此马特也不再那么沮丧。既然已经买回来了，那就专心将其修复好。马特将车子推到了另一个车间，然后用工具不断的给机盖加热，他要将车子上面的车衣撕下来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，车子上面有很多维修过的痕迹，甚至上面有各式各样的颜色，这就能看出车子是被多次修复过的。不过总体上看着还是不错的。他将车子推到了室外，给车子清洗了一番，这上面遗留了7年来的灰尘，清洗过后看着就好看了许多。接着马特就开始清理车内，他要将里面的套件都拆解下来，这样就能对车子彻底的清理，并且还能为安装套件留出更大的空间。接着马特就把前杠也卸了下来，可这时让他发现车灯里面不知道怎么进去了一个蜘蛛，所以几人就用工具对其进行加热，然后用螺丝刀将外壳撬起来。可没想到意外发生了，车灯外壳碎裂了一片。在网上查询了一下价格，竟然让几人吓了一跳。没想到这一螺丝刀下去1万英镑就没了。还好员工经过了多番的查找，终于在网站上找到同型号的塑料灯罩，2个车灯加起来只需要800英镑，这让马丁觉得非常的划算，这简直就是车子的救世主。马特先给车灯一圈打上专用胶，然后将新的灯罩扣了上去，安装好的车灯就和新的一样，不过不知道塑料的外壳是否存在隐患。接着马特就为其换上了新的前后保险杠，这都是买的2手套件，看着明显也都不是正品。一般兰博基尼的套件都是碳纤维的，所以马特在材料上面做出了妥协。而这时拆卸下来的内饰套件也都修复完成了，它们从绿色变成了沉稳的黑色，这个转变要比绿色好看了不止1倍。等马特欣赏了一番后，就把套件安装了上去。这个安装过程看起来很容易，其实还是蛮复杂的。马特需要按照顺序一一的安装回去，并且有些地方还得进行修剪。就这样看似简单的操作，马特都用了4个多小时才将车内套件安装完成。坐在里面整个人的心情都不一样了，殷勤的让媳妇也坐进来试一试，并且还推着车子，让老婆感受一下开兰博基尼的感觉。而这辆车最严重的事故就是缺失损坏的发动机，不过幸好有马特的老爸在，已经摸索着维修的8、9不离10了。现在他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这台油泵，之前马特购买的新油泵要3个月以后才能到，所以马特根本等待不了这么久，决定实施 B 计划重建这个油泵。可这个油泵的零件非常的多，没有人敢说100%不犯错误的，所以马特维修这个油泵还是存在风险的。于是马特分阶段安装2个齿轮，然后在周围涂抹了一些密封剂，接着再将外壳扣上去。这都是马特在网上搜寻的维修经验，分段方式的维修来确保降低错误的发生。
等最后一块外壳被安装好后，这个油泵就修复完成了。他找来老爸测试了一番后，就将其安装到了发动机上，接着就将新购买的油滤器也安装了上去。它的工作原理就是从底部抽取油底壳里油，将其送入机器当中，因此发动机里所有这些部件都非常的重要。接着就将密封好的油底壳安装了上去，这样发动机下半部分的工作就修复完成了。看来这台 V12的发动机的确和普通的引擎不一样，上面的零件也相对复杂了很多，光辅助导轨就有4个，就别说里面各式各样的零件有多少了。不过在接着维修发动机之前，马特决定先将修复好的电路板安装好，他把仪表盘上的零件都一一组装回去。其实在这个期间，这块电路板修复好拿回来一次，但安装上去后一样没有反应，所以马特就不得不找了家专业的工厂去维修，希望这次能彻底的修复好。当马特给电瓶接上移动电源后，转动钥匙仪表盘依然没有工作，这让马特十分的沮丧。本以为能省下3000多英镑的，看来这次省钱的计划是没有希望的。所以马特又回到了发动机前，准备继续修复这台发动机。他们先把头部的电圈先放置好，然后把气缸盖安装到缸体上。这个安装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有很多地方都需要专用的工具。光修复发动机的专用工具就10几种，可这些工具每一个都价值不菲，在官网上一个小扳手都要400英镑。不过像马特这样的修车大师来说，小道消息还是很多的。他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了比较便宜的扳手，上面只需要65英镑。虽然这个价格也不便宜，但照比400英镑来说还是合算的。豪车修复起来都很贵，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每个不起眼的零件都要很多码内，就比如车内小小的烟灰缸来说，在官网上的价格都300多英镑，所以说豪车买得起也不一定开得起。这时发动机的2个气缸盖已经安装完成了，马特现在正用千分尺测量活塞的顶点，当活塞位于顶部时，圆柱体在这里有一个点，曲轴在转动，但活塞可以保持在这个点上。所以马特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精确这个点，在引擎顺时针转动时，千分尺会给出最高的数值是1190，将其标记好后，再次逆时针转动发动机，一旦等到相同的数值是190时，会继续标记好。那么这2个标记的之间就是这个精确的指点，如果出现差异，则关闭凸轮变速器，可以旋转凸轮对准缺口，将其恢复原位。这个工作是比较繁琐而需要耐心的，还好有马特的老爸在，才能这么快的完成调试。当马特把摇杆盖安装了上去后，就把变速箱也安装了上去。这时调皮的马特就按耐不住心中的躁动，准备现在就给启动机接上电源，看一看发动机的情况。结果没出现惊喜，差点变成了惊吓。不过至少证明启动机是可以正常工作的。一场闹剧过后，他们就开始完善整个发动机，将所有发动机的附属配件都一一安装上去。等马特把进气气管也安装好后，这时就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了，让这台搁置7年之久的发动机重新回到兰博基尼的机舱内。这就像给一个车壳注入了灵魂，让它不再是一块废铁。经过了3个人2个多小时的努力，发动机的安装终于完成。这时马特花了3000多英镑买的仪表盘也到货了，这次插上后就可以正常工作了，瞬间让马特高兴了起来。要知道这个仪表盘真是几经波折，不仅换了仪表盘，还换了很多的线路，这才能让这个仪表盘正常的工作。心中的喜悦溢于言表。随后马特就给发动机灌入了机油，想看一看发动机也是否这么幸运。不过尝试之后还是失败了，并且发动机上还冒出了油。经过查找视频发现，组装发动机的过程中，上面小孔的密封圈没有安装，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失误，就不得不重新返工。这是所有人都不爱做的事，不仅要将里面的机油都放空，还得再次从车里把发动机调出来。因此马特又重新查阅了一下缸体的说明书，上面的 O 型圈还不止一个，而是6个，而且他们还购买了一个全新的曲轴的密封圈，让此次的返工再没有后顾之忧。这次为了保证再没有什么失误，他还邀请了好朋友费雷迪来帮忙，帮他一起重新检测了一下发动机。在几人不断的努力下，这台发动机终于又回到了机舱内。然后马特给发动机重新注入了机油，再次启动时本以为会成功，可现实还是打了脸。虽然有着启动的迹象，但还是失败了，这让马特的心瞬间跌到了谷底。难道这几个月的工作就这样白费了吗？所以这侧面告诉了大家，不是专业的机械师真的不能瞎碰。马特也深深知道了这一点，所以他就打电话找来了2位专业的机械师。师傅不愧是师傅，也不知道人家怎么弄的，竟然让发动机踉跄的启动成功了。不过发动机还是存在问题的，所以马特就让师傅把发动机重建了一下，直到2天后马特才将发动机拿了回来。马特父子俩先将所有的冷却管连接好，并给其灌入了冷却液，这次准备的十分充足。当马特再次启动时，不出意外的启动成功了。可这时问题又出现了，排气管竟然在冒烟，这可不是一个什么好的现象。所以马特拿来阅读器检测了一下，上面竟然显示了2个错误，一个是油门的传感器，另一个是2号杠喷油短路。检查一番后发现是他们接线出现了问题，由于时间过长，以前的线路变得很脆弱，将其修复后，这次再启动就好了很多，声音听起来也好听了不少。接下来就是组装排气管了，这是马特专门为这台车定制的，看起来非常的漂亮，并且还时不时的在喷火。
简直就是一辆炸街神器。当马特将车尾的套件安装上去后，就准备开出去试车，可没想到档位又出现了问题。这次的修复真是一波三折，各种毛病是频频出现。经过了各方询问后，终于找到了弊端所在。马特将离合器调节了一番后，终于换挡正常了，于是就带着老爸一起去试车。车子状态非常的好，动力也相当的炸裂。可这时马特却接到了秋葵拉力赛的邀请，那里都是名人超级跑车，一般都是一些有钱人，而马特作为大网红也在邀请当中，所以还没喷好漆就带着车上路了。到了地方才有时间给车子做了一个简单的贴纸，不仔细看还以为是故意这样的。不过这样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任性的在车上签字，这是别的车做不到的，也让它成为了众多豪车中的亮点。冒着烟开始了拉力赛的旅程。